你有没有想过，很多人每天忙忙碌碌工作，却经常连到底要存多少钱才能退休都不清楚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投资还要多久才能真正达到财务自由。其实这些看似复杂的问题，只要用2个简单的公式，就能帮助你事先规划自身未来的蓝图。巴菲特曾说过，如果你不了解复利，你就会为它工作；如果你懂得复利，它就会为你工作。而今天的内容就是要告诉你，如何抓住运用复利的方法。在接下来的影片里，会带你掌握投资界最实用、最经典，而且连新手都能立即上手的2个财务公式：4%法则以及72法则。这2个法则不只帮你看清退休需要达到多少资产，何时能达成，更能让你的投资目标变得明确、可控，让你不再迷茫，而是开始真正看见自己的财务未来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打开你的财务自由地图。什么是4%法则？4%法则来自非常有名的退休研究 The Trinity Study。研究发现，如果你退休后每年从投资资产中提领不超过4%，只要资产配置合理，例如股票与债券的组合，你的钱有极高几率能撑30年甚至更久。你每年可以安全提取投资资产的4%使用。公式如下：想要的被动收入除4%等于你需要的退休金总额。例如，你预估想1年有60万的资金可以自由运用，那就是60万除4%等于1500万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累积了1500万，并且年报酬率大约在4%以上，你每年提领60万，理论上是永续使用的。投资之父班杰明·葛拉汉说，投资并非取得最大报酬，而是确保永续的报酬。这句话正是4%法则的精神，代表了稳定、安全、可持续。所以它不是叫你每年只赚4%，而是告诉你，只要花费不超过4%，你的资本就能长期存在。再举例来说，如果想每月有额外被动收入3万，相当于1年36万，36万除4%等于900万，这就是你财务自由的基础数字。依照自身的需求如此计算，你就会有一个更明确的目标。查理·蒙格说过，理解一个简单的原则并彻底贯彻，比知道100个复杂概念更重要。4%法则就是那个简单且可执行的原则。什么是72法则？72法则的由来可追溯至1494年，由被誉为会计学之父的意大利数学家卢卡·帕乔利 （Luca Pacioli） 在其著作《算术、几何、比例总论》中提出的概念。我们可以用它来估算你的投资在某个报酬率下要多久时间会翻倍，但它较准确的计算参数大约会在8%报酬率左右。如果数值离8%越远，结果会越不准确。公式如下：72除以年报酬率等于资产翻倍所需的年数。例如，年报酬率6%，72除6等于12年翻倍。年报酬8%，72除8等于9年翻倍。年报酬10%，72除10等于7.2年翻倍。这是不是相当简单与直觉？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72法则就是帮助我们开启复利大门的钥匙。结合4%法则加72法则规划未来蓝图。这2个法则一起用，就能快速建立你的人生财务目标。我们继续以上面提到的例子来计算。第一步，用4%法则计算出预估所需的总金额。假设你希望未来每个月能提取3万生活费，则1年36万。所以36万除4%等于900万，这就是你达成预期财务目标的基本金额。第二步，
用72法则估计达成速度。假设你现在有300万投资部位，以指数型 ETF 年化报酬率平均大约 8% 来计算，72除8等于9，可以得到大约9年翻倍的时间，所以现有投资成长速度大概会是：现在300万，9年后600万，15年后950万。第3步，规划投资金额。若希望加快达成目标的速度，除了原有的300万本金之外，如果你接下来每年持续在定期投入20万本金加码投资，则达成时间从15年有机会缩短到10年。以此类推，就能够估算你理想生活的目标金额、复利累进的预估时间，需要准备多少本金或每年加码多少。按部就班的进行，投资之路将逐渐变得清晰。4. 2法则的限制与注意事项。2个公式虽然很好用，但仍有以下事项需要留意。1. 4% 法则不是保证。市场会波动，所以还需要注意规划紧急预备金，分散投资，避免单一资产过度集中。2. 72法则是估算，如同先前提到的，它较准确的计算参数大约会在 8% 报酬率左右。如果数值离 8% 越远，结果会越不准确。而且报酬率取决于你自身的资产配置方式，不要只看资产短期表现，尽量以整体资产配置的长期平均，以客观的角度设定报酬率参数来计算。若遇到市场不稳定、通膨或大跌，翻倍时间也会有变动。3. 通膨不可忽略。规划最终财务目标金额时，需考虑未来可能的通膨影响。今天的50万，20年后则可能要70到80万。如同巴菲特曾说过，通膨是无声的税。我们综合上述的公式，可以得到一个概念：要达成财务目标，建立在3个关键因素：时间、本金、报酬率。但有趣的是，这3个变量会因人生阶段不同而扮演不一样的角色。如果你是刚踏入职场的新鲜人，多数人这个阶段薪水不高，存款不多，似乎很正常。但你的优势是别人买不到的时间。时间能让小钱放大，让复利发挥长期效果。只要愿意稍微节制生活中的非必要支出，并稳定的定期投入本金，多年以后，你会感谢当初那个每月乖乖投资的自己。这也是相较更容易达成财务目标的起点。如果你已经工作10多年才开始投资，40岁左右的你起码已累积了一部分资产，但时间优势确实不如从前。和刚出社会时相比，你现在优势是收入提升了。你能靠提高定期投入的本金，弥补时间的流逝。只要重新审视家庭预算，妥善地规划投资配置，不需要为了起步较晚而悲观。这个阶段开始还不算太慢。如果你已临近退休年龄才开始思考理财，确实会比较辛苦。这个阶段时间不再是助力，而是压力。工作生产力也将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减少，而一次性投入退休金又会承受较多短期市场波动的风险。这时候，安全比追求成长更重要，适合采用保本与低风险策略。多数本金配置在稳定的固定收益商品，例如优质债券，一部分配置到指数型 ETF， 以对抗通膨，并确保投资组合的平衡。用稳定取代波动，让退休生活更安心。这边我有依照上述公式制作了一个 Excel 表，可帮助大家自行带入参数，去计算未来所需目标和预估达成时间。请至影片说明栏中的网址自行下载。如果你发现估算以后，距离想达成的目标金额太远，除了想办法尽力增加收入来提高投资本金之外，另外就是回归最根本的角度来思考，降低你的期望值。
优先考量生活所需必要开销来规划，不铺张浪费，不与他人比较，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。如此使目标金额降低，则更有机会达成。正如查理·蒙格所说，幸福秘诀在于降低期望值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，也就是让你的预期更符合现实。总抱持不切实际的预期，注定一生痛苦。但为什么不建议从提高报酬率来追赶呢？你可能发现，在上述的内容中，我们都没有把提高报酬率放在第一位，因为要提高报酬从来不是免费的。一般来说，指数型投资年报酬率约在 8% 到 10%， 这是我们长期比较能够掌握的估值。若要在追求更高报酬率的同时，必然伴随标准差跟着上升，意味着波动与风险也越大。需要了解市场动态，分辨周期，能承受波动并有长期抗压的心理素质。这并不适合大多数人，如果贸然就想用这个方式来提早达成财务目标，反而容易会一时迷失方向，忽略了风险和投资的本质，而做出错误决策，让财务计划变得更脆弱不确定。反观对于多数人而言，透过稳定的本金投入和让时间发酵，使资产在长期相对稳定的报酬率之中逐渐成长，是较可靠、务实且压力最小的财务自由途径。每个人都有一条适合自己的路，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策略，而不论你现在是处于刚起步，还是已在中段或接近目标终点，都能持续踏出前进的步伐。影片的最后，人生就像滚雪球，最重要的是找到湿的雪和很长的坡。所谓湿的雪就是本金，很长的坡就是时间。而4%法则和72法则就是帮你看懂湿雪和长坡的两个核心工具。4%法则告诉你需要多少钱才能接近财务自由，72法则告诉你你的投资大概多久会翻倍。以上虽然只是评估工具，但它们可以协助你制定出更接近理想生活的目标，确立努力方向与时间表，根据估算结果来调整人生计划，让你能清楚看见属于自己的财务未来。正如雷达里奥所说，不能衡量的就无法改善。而这两个法则能帮助你把目标具体化，并提前改善人生轨迹，才能提早替未来的自己做好准备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。未来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相关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在理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健。我们下次再见。